h e l l o h e l l o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白鹿，在《茉莉》当中饰演叶离。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春磊，在《茉莉》当中饰演莫修瑶。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我们给两位准备了各自的隐藏任务，请查看一下。你的隐藏任务是引导白鹿向你撒娇3次，每次成功，请比大拇指姿势确认。隐藏任务这种事情玩不过陈磊老师。哎呀，这有点难，有点难，真的。有信心完成吗？不太有吧。那露露觉得难不难？还行。有信心吗？可以。今天你的隐藏任务是暗中配合程磊完成他的隐藏任务，且不能被他察觉。而他的任务是在录制期间引导你向他撒娇3次，每成功配合1次，请对镜头 wink 确认哦。OK， 那就看两位的表现了。对，正式看剧啦！我们来看看叶离和莫修瑶新婚第1天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后面要看那个双视角的那个吗？我觉得这个要配合第4集，对，一起看。是的，而且他们会有很多二创会对剪，就是上下把第1集和第4集剪在一起。好冷漠。我来剪，我说一来就干活。莫修瑶的莫是冷漠的吗？喂，大喜的日子也要抄经啊！莫修瑶，我是叶离，来跟你澄清的。第1次见面，我请你吃蜜糕吧。你知道所有的剧情之后，反过来看这一句，我有点起鸡皮疙瘩。因为这句话大家都不是那个心境去说的，对吧？你来可能是也抱着目的，然后我拒绝也是抱着原因的，但后来我们做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这个甜蜜的开始。今日是你我大喜的日子，难道你要一直留在这儿抄经啊？可是我的经还没抄完。那就回来再抄。等回来，我帮你抄。直接上手。叶离就是想干什么，他就直接上手干了。我们那天拍这场戏的时候，已经马上要天黑了。抢天光的。对，抢天光拍的。原来离王现在这么抢手，难怪他要与我推亲。不过殿下，虽说你定王府风光不再，但我骊山书院也是明日黄花。咱俩这桩婚事，算是残荷正遇枯柳，飞草恰逢寒鸦，门当户对的紧。门当户对。看谁也别嫌弃谁了。这里2个人都在假装是第1次见面，为什么不约而同做出这个决定呢？我觉得他不一定记得我，因为叶离他是后面我记得，我还反问你呢。我说难道不是你忘吗？是你先说初次见面，难道不是你忘了吗？就是我也在试探嘛，就是叶离也是在试探。我觉得是一种保护吧，这种拒绝也是一种保护。对，因为我要进行的工作和事情，其实会所谓的拖累他，可能连累他受到伤害。发现对方可能不记得自己的时候，会不会有点失落呢？我觉得还好，因为我们不是有女主的 OS 和男主的 OS 吗？那2段，那个会感觉更有宿命感一些。就其实我们都好像没有戳穿这个事情，但是在旁白里面，包括我从水里出来说，我是第1次见到他，是那个什么景和13年春，我随阿娘今夜明关北上。然后有一段这样的一段，然后后来到第4集，再从他就说，我变了，然后长高了，什么什么，就是那样会更有感觉一点。转袭成林旨，穿戴洗蝶棉。殿下，一撒土豆，驱邪避灾；二撒土豆，以佑安。更衣会不会赶不上及时了？这事早就过了。
鸡毛细，我进去看看他，都不行吗？多好。那在剧外，两个人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样的情景呢？我们俩录节目，初恋歌。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因为他在门口贴了一个 CL 初恋歌，没有。菠萝妹门上贴了初恋歌，猜里面的人是谁？对，我说是你。对对。后来就一直叫他初恋歌。对。两位合作之前，关于对方记忆最深的名场面是什么呢？有，我反正有啊。在马上一个眼神。那露露的名场面呢？这就太多了。比如说能刷到很多他演戏的一些高光的一些片段，还有一些欢乐的一些片段，就让人很开心吧。让人很开心的片段。没有特指啊，但是确实也是。熟悉之后，觉得对方跟初印象最有反差的点是什么？反差的点，其实跟认识叶离挺像的，就是叶离也是一开始你看很高能量，然后开开心心活活泼泼的，但是逐渐了解他之后，知道他有一些所谓的伤痛吧，然后就其实跟叶离很像。共振了。对，同频了。对。那露露觉得呢？我觉得一开始可能以为他会是一个比较哀，然后很高冷的人，但是相处以后，他很细致。他是我认为我接触过的人里面情绪最稳定的一个人。低能量人群就是莫修瑶啊，低能量人群没有低能量，他是属于那种，就比如说啊，我拍戏的时候可能需要一个人输出，但是他也不会因此就是厌倦这个事情。反正就是在我像他就感觉我有点低能量的时候，他永远是接纳然后回馈，不只是给到情绪价值，而且还很可靠，对吧？对。那我们有一个小问题要问问露露，你知道为什么磊子会被称为最爱干净的男演员吗？他每部戏都要洗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是本来剧本有吧，后来接的戏就是有些好像我不知道是不是临时加的，就必须得洗个澡。导演洗澡，磊子开机。倒也不是，但这个也挺好的，像我之前说的，就是他会督促你去管理自己的身材吧。这部剧也有把咱们露露拉进浴池的戏份，拍这场戏的时候有发生什么好玩的事吗？那个就只能拍一条。对，因为他有一个拉过去，然后在空中停留一下，然后我想要抓他，他松手。对，其实那个只能来一次，反正。对，因为妆发什么都一下水就完全不一样了。而且比较好笑的是，我以为我会沉下去，没有，我下去1秒就浮上来了，而且整个人。对，但他那条他比较吃苦吧，因为他吊威亚。没有他，因为我在外面，我很多戏都在那个池子外面完成，他是一直得泡在那里，对，泡发了，而且那个是泡了2天吧，对，而且还有蛤蟆，真是不容易。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些甜的片段吧，来看看非邻莫属的婚后生活吧。你衣服没穿好，我来帮你。拍的时候感觉已经很近了，现在看还是有一些距离。对，他会拉开距离的。香吗？我今天早上用兰草洗的头发，味道清幽。你知道这个 BGM 都是我们的 OST， 然后换了一种乐器编曲。哦，他们有很多拿 OST 重新用别的乐器去编，然后做成配乐。因为像我们 OST 还没有全部发出来，但是很好听的。你在看什么？《四海游记》，我小时候读过这卷书。第5卷，
讲的是龙骨戈壁的叙事。当年悟澄法师过此滩时，在第6区龙爪湾遇到一个戴着骷髅项链的西域圣女，她养的赤眼沙狐能嗅到死人的味道，还能睡觉。你不看了，还想再聊会儿呢。刚好也可以聊。其实只是想找人聊天而已。我在骊山的时候，时常冷得睡不着觉，都是现在好冷，其实那天巨热，巨热。那段时所有床上的戏，所有床上的戏，我们都是。殿下身上也很暖。这句话说的很真实，很暖。万难阻隔，是非劝说，让这段感情沉默。哇，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正式版，就是提亚唱的，袁娅维和张远唱的。那我听。大家觉得此时2个人是谁先坠入爱河的？其实我一直都蛮主动的，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段时间，莫修瑶感觉慢慢的就是，他是一开始不上心就不上心，一上心就一下拉满。对，我看到网友说莫修瑶脸上的笑容都变多了。那现在双方对彼此的好感度达到了多少呢？叶离，我觉得他一直是一个比较满的状态，对于莫修瑶，他是很主动的，他是想要温暖他，融化他。这个时刻莫修瑶已经很满了吧？这个时候已经很满了，就是对，挺满的，我觉得他其实还有上升空间，但是他一下就反超了叶离。果然，这就是先婚后爱的生活。对，因为他还有追求很多自己事业上的事儿啊，或者怎么样。你看，我都追过来了，我说你们就是能不能别让人操心或者怎么样？对你好歹说一声或者怎么着。关键在这个之前是我说那你陪我去一趟那个正义观。哦，也是我自己，我们俩都有自己的事业。下班没等到人，自己去了，然后走了2、3天，我才发现。对，是的。都忙点好啊。像我说的，他不上心就不动心就不动心，一动心就是很满那种，就没人谈过恋爱那种，就是交出去就忘本啊。说话一套一套的。你是要考状元吗？那为父可有考上阿丽的状元。那在感情升温的过程中，对方做过让你好感度暴涨的一件事是什么？叶离不是怕猴子嘛，然后第2天起来他就说他下令，让那些耍猴的人都撤了，就没有想到他会做这个举动，然后知道了以后他还是很暖心的。我觉得这样也是吧，因为他是以前一直在主动的去治愈我，然后这一场就是袒露了自己的一些伤痛，我觉得这个也会增加一些对他的好感度暴涨吧，就有一种想了解他的过去啊，或者说想治愈他的一种感受吧。网友都说叶离与莫修瑶是处变不惊假笑女孩遇到独自暗爽歪嘴笑男孩，能否现场给我们重现一下你们的招牌微笑？来，我先来，他要酝酿一下。秦霜是我最亲近的人，是不是啊，秦霜？我跟你说，那个真的其实蛮考验我的，因为我经常会清霜在旁边的时候，我要演一遍，然后他消失了不在了，我还要演一遍，就经常会是我们在这样讲话，我说是不是啊，秦霜？我自己知道，我还要固定一个视线，就是他大概多高，
他应该站那儿。然后我经常，然后回来的时候，我要装作没有事的回来，然后就看磊子是这个表情。我在后边。磊子也给我们重现一下歪嘴笑男孩吧。真不错！我们在花絮里看到，我们两个人是超高能量王妃 VS 低能量王爷。运动是生命的源泉，生命在于静止。两位是否认可这个说法？这只是应该是把我所有高能量的都剪进去了。我相对没那么高能量，还行，还行还行。我们有时候玩还是玩的挺高能量的。那我们露露还有其他的高能量时刻吗？他一直挺，但我是见证了他的一个高低高的一个过程，所以高能量其实他一直都挺高能量，有时候是为了给自己打气，所以就是高能量嘛。我是拍那段低能量的戏的时候，我就挺低能量的，然后后来就是重的戏拍掉了之后，一下子就高能量了起来，释放出来了，对吧？大家看剧的时候特别喜欢剧里细水长流、生活化的浪漫。你们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最心动的一场戏是什么？好多啊，太多了。太多了，你快想一个。吃醋。哪个吃哪个醋啊？汤执事。汤执事。他那一段就是挺能展现莫修瑶是前车人士幼稚的一面。中场提醒一下两位，不要忘记我们的隐藏任务哦。你现在完成了吗？我告诉你。不告诉我。不告诉我是，我没有看到你举拇指。你猜？你猜？刚才他那一下算吗？算我完成了。算哇！我那一下我什么呀？你自己好好想一下刚才干嘛了。接下来的一个游戏，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非离莫属感情的高光时刻。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专属角色的夯拉牌，两位通过举牌来锐评一下吧。第一个，夜里一见莫修瑶被人欺负，当众护肤，怒怼对方。当时两个人的心情是？不，我要留点上升空间。夜里担心莫修瑶去浴室为他梳头上药，被莫修瑶一把拽入浴池。此时两个人的心情是？其实我看这一段我都觉得挺神奇的。他下去，然后整个人都已经这样了，然后我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感觉包括一开始第一集，他也问我你要吃什么，然后我就。就是他经常就感觉我听了，我没听，发生什么了？发生什么了？就是这样的。夜里每天从莫修瑶的门前跑过，疯狂刷存在感。他恨啊，因为就是知道我不能跑，然后每天在我面前跑来跑去。王妃，等一下，王妃。因为他后来告诉他了，昨天晚上。他希望自己能跑得快一些，他也想刺激一下我，让我对这个腿的恢复有欲望。莫修瑶每天偷偷观察叶离在做什么，独自偷笑，偷偷关妻，觉得被偏爱了是不是？这很可爱啊，这很可爱啊。给个人上人哦，换成了人上人。莫修瑶提出要和离，叶离却突然笑着凑近。开心他记得自己。为什么呢？就是像夜里根本就不管你说什么，就比如说他抛一个，你明明是说那一面的话，我们就聊和离。他说就是既然这么选择，那我们聊一下你是什么时候记得我的。
好，那就听命运的。我们先聊之前的事，再聊和离。很佩服这样的人，完全不内耗，也不听。夜里主动提出推轮椅，低估莫修瑶的重量，咬牙坚持。走吧。重死。其实我觉得那段戏很可爱，而且你知道那个“重死了”那3个字，是我配音的时候加上去的。我加上去的，我随便一说，但我后来一听，然后配音老师说：“哎，还蛮可爱的，就留着吧。”莫修瑶发现叶离会对着空气说话，直接航爆了。这个心动吗？心跳都快停了吧？心止了。叶离和莫修瑶看见彼此的前定情对象，互相吃醋。NPC 吧。叶离还是醋意比较浓的，同步一下。我醋意其实更浓，只不过就是爱要面子，做一些拙劣的掩饰吧。你有没有看那个从宫里出来？然后那个你在吃瓜我和叶莹，对，那个表情特别好笑，一句话都没说，但你的表现很丰富。吃到什么瓜了？最后一个，莫修瑶误会叶离嫁给自己是出于补偿和同情，写和离说。我要从什么角度去评价他？莫修瑶误会，那就拉完了。第2天就后悔了。对，拉完了。那会儿有多决绝，后面就对有多难受，有多难受。那一起看看下一段，背负了很多的叶离露出的另一面吧。是你杀了他，是我又怎样？现在就清算这笔孽债吧。他怎么敢跟你打的？哎，他还挺厉害。素啊，你们府中的女子都有点厉害，不简单。天谴。主要是前面我阿娘说，等这棵小树苗长大，它会为你遮风挡雨，然后这道雷就是其实是应该是我阿娘在帮我。哦，原来如此。阿离，不要杀人了！阿离，阿离，你们呐！阿离不要杀人了！阿离，阿离，我的腿好疼啊！你过来帮帮我好吗？不要杀，不要杀！这场戏是相当于前期它比较重的一场戏，就是回叶府那一段都比较就是顶上去了嘛，拍了一个晚上，也走了很久。一直以来，叶离的复仇目标十分清晰，而这里让他真正失控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不知道，就是他不知道阿娘是祖母杀死的。当下可能刚刚接受到那个讯息，他就有点接受不了，而且是祖母先要杀他嘛。然后我觉得这也挺感动的，就是莫修瑶用自己，然后让他清醒过来。在叶离试图杀害叶家老太太时，莫修瑶的出现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薄荷糖。哇哦，为什么？突然清醒了。莫修瑶赶到现场时，为什么第一反应是阻止叶离呢？不想他有更多的负罪吧，
可能觉得有更好的解决方式。无论你要怎么去解决这个事情，不要在当下这个阶段去做，因为他看起来当时有点不清醒了。要顶号了是不是？不是说怕他伤害到伤害他的祖母，而是怕他伤害到自己吧。假如没有那棵树砸下来的巧合，莫修瑶可能会怎么处理这件事呢？你的问题，让祖母坐轮椅上。我爬出来的原因是因为把轮椅让给他，你自己看着办吧。我这个福尹已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接下来看一下万众期待的名场面，那个男人站起来了，也没有完全站起来。哦，是这场，我以为是站下来那场。站起来的话，可以试着往前走2步。刚开机的时候拍，这头一看就是刚开机。为什么？因为我的头型经历了好几个形状的变更，你都记得阶段了。为对方再活一次，还从来不知如此谁可知，和你不被看好的坚持，灵魂若是带着刺。等一下，但我后面自己感受了一下，我自己看片的时候，我觉得这一段挺难演的，就是你刚刚那个走路，还有这个绝情的挥手。你还好吗？嘤嘤嘤。阿里，谢谢你。演得很好啊。老师情绪给的足啊。站起来了。你16到21，装了5集。对，没有了，也在逐渐的恢复嘛，不可能一恢复就能这样。藏头露尾，都出来吧。开装。杀！我记得这几天你在那儿拍的时候，我跟那个就是莫锦鲤要跳那个池子，我们那个是同一天拍的，他在 B 组，我在 A 组。哦。然后他拍这个的时候好像还下雨，是不是？再问你们一次，阵雨谁派你们来的？你不是个瘸子吗？叶离前期多次主动要求为莫修瑶治腿，但都被拒绝，他是否会有挫败感呢？所以后面就是想了一些万不得已的方法，没招了。我买凶去那个追杀自己了。最后让莫修瑶改变主意的原因是什么？一步一步来的吧。就是还是看到他的真心，看到我陷入危险。对，就是我也是告诉他了，我是真的想为他易退，就是你可不可以信我一次？那露露觉得前期面对王爷的冷漠，叶离能保持好心态的原因是什么呢？没有心态，内核很强，因为他可能会忘。所以说没有心态，所以这么有心态。对，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大家都说莫修瑶是轮椅战神。我有8块腹肌，我的老天！在轮椅上拍打戏的时候，有什么难点吗？难点不在我吧，在那些推我的人吧。对，不，有时候我也要自己去推。难点是热，太热了那几天。难点不是在于各种倒车入库、科目1、科目2吗？那个还好，那个都有一些辅助，就比如说威亚啊，或者怎么样的。大家看过片场花絮后，都觉得你们是戏里小苦瓜，戏外笑哈哈。右上角这张不错，
谁拍的？你拍的，你拍的。哦。平时2个人一起搞抽象的时候，是不约而同的，还是一人带飞另一人的呢？就是就比如说突然就是在现场等的时候，然后我们会跟导演一起开玩笑，真的但是就是欢乐的戏份我们就会很欢乐，但是一些低气压的戏我们就会给彼此留空间。是的，是的。像我记得河狸那一场戏，因为我那天他也有点不舒服，然后我也有点不舒服，然后我们就不讲话，然后就真的感觉要和离了。对，那天就没讲话，没怎么讲话。哦，怪不得没有那一段的花絮。我们跳脱出剧情，大家都说非离莫属前期的精神状态很美妙。那戏外，你们觉得对方抽象的指数分别有多少呢？看他心情，看状态。只有拿起相机的时候会抽象吗？没有，拿起相机是很务实的。拿起相机可认真了。我是偶尔抽象，你抓不到他那个点。看灵感这个东西，现场聊着聊着，哎，有灵感了就开个冷笑话或者怎么样。他一直是比较具象嘛，他比较少抽象。他无论是那种活泼的，或者说好玩的，都是比较具象的。露露的短视频经常很抽象啊。但在我看来比较具象吧。在他眼里是可爱，在他眼里是可爱。什么可爱啊？可爱啊？是可爱？没有，别瞎想。我们看到磊子在片场经常拿着各种长枪短炮咔咔拍照，很爱拍照，太爱拍照了，对相机颇有研究。你没给我审图修出来呗？有。整个拍摄期间到底拍了多少照片呢？其实我很多相片当下就删了，因为我拍了很多景啊，还记录这个现场的一些，我自己觉得不够好就删了。他自我要求太高了。对。他拍到满意的照片一般是啥反应？不给我看。我一般我都不会说当下拍了就给别人看的。我当时用的要么是胶片，要么就是这个没有调滤镜的原初的这种色彩的弱图，然后肯定要后期啊。最满意的一张神图是哪一张？最满意的一张右上角是他拍的。那咱们还有没有压箱底的神图没发呢？有几张，我到时候发。千万回去连夜修。我到时候发一下。回去连夜调色。对，其实我会有点后悔，没拍更多。你拍的还不够多。2位物料大户产出的美图数不胜数。那接下来我们有一个小互动。我们挑选了各位一些公开的照片，请双方在互相保密的情况下选出自己认为夯中之夯的3张照片，然后2人互猜对方选择了哪3张，看谁能更了解对方的出图偏好呢？露露先闭上眼睛吧。 OK， 好。OK 了。需要指出来哦。行。哇，这个，这个吧。哦，鹅发现规律了。规律。那开始吧。哎呀，肯定有这张，肯定有这张。是不是？回答正确，为什么一眼就选中了呢？他拍的，因为是。我就不应该选这张，然后你就会错。你猜。我懂了，要找规律的话，应该是刘海，这个是吧？是吗？不是。妈呀！这个。你猜对了。猜对了，那是什么规律啊？我懂了。还有一次机会。我懂了。这个。没了，他又对了一个。这个。这个。
这有什么规律啊？我被误导了，他们说有规律，就完全没规律啊。鹅觉得规律是露露比较喜欢生活照。我可能比较喜欢人像，就是怼脸的。露露开始猜一下吧。你认真猜一猜，其实看一下。这个，认真猜一猜，我也是粉头发吧？3次机会没了。这个有这个吗？论如何完全绕开正确答案。这个真是完全绕开正确答案。这个这个这个你真的把所有正确答案都绕过了。什么正确答案？这个啊，你这一行点了这3个，然后上面的也点了，你完全绕过正确答案。这是哪3张？这2张啊，这个是对的呀。还有1张。这个再挑这个再挑这个，好像你挑剩下的就对了。你再挑。对喽，就是这张。就是你没挑的这张。他真的把所有的对的都留到最后了。2位的取向还是有点区别的。为什么你选了这3张？我觉得一个原因是，除了我这张，他这2张其实都没看镜头，比较有活人感一些。原来你喜欢氛围感的。对。早知道我应该选3个肌肉，应该选这3张。